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禅师原文的一个段落。之所以选择的是段落，因为这个时间毕竟有限，有的时候禅师的原文内容是比较多的，我只能选取一部分来跟大家来一起读一下，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体会或者说一些经验。好的，来看一下教你炒股票19，学习禅中说禅技术分析理论的关键。2006年12月27号，这篇文章还是比较重要的。在这篇文章里面，虽然说没有更多的谈论技术，因为从教你炒股票第17课开始，是禅师开始介绍他的这套理论，也就是中枢理论。在17课之前，都是一些什么均线啊，更多的是跟它的核心理论无关的。但是并不是说17课之前没有用，只不过就是跟它核心的东西相关度少一些。但是也是他的这套思想，你如果说全部学下来之后，发现17课之前也是他的那套思想。那么第19课我们来看一下一些部分内容，请把以前学过的一些技术分析方法先放下，对吧？你在学缠论之前，可能已经学过了很多了，波浪理论、江恩理论、那个道氏理论、什么那个庄家理论，已经学了很多了。那么你在重新开始学缠论的时候，请先把以前学过的一切技术分析先放下，因为本 ID 这里所说的和所有曾有的技术分析方法根本思路都不同。缠论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思维的一个改变，就是你在交易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是一个更根本的一种方法，或者说从市场的根本出发的。一般的技术分析，或者用指标，或者用什么湖州的波段、波浪，甚至江恩神经网络等等。其前提都是从一些神秘的鲜艳前提出发，例如波浪理论里的推动浪5波、调整浪3波之类的废话，似是而非，实战中毫无用处，特别是对于个股来说更是没用。至于什么江恩理论，还有什么周期理论、神经网络之类的，都是把一些豁然的东西当成必然，理论上头头是道，一用起来就错漏百出。那些支撑位、阻力位、通道线、第三浪之类的玩意儿，只能当庄家制造骗线的好工具。虽然说我在我的直播中或者在我的分析中，我也说呀，这个是三浪啊，这是五浪啊，但是我更多的是跟缠论相结合，对吧？比如说这是一个五浪结构，在我们的这套系统里面，我们甚至有7浪，还有9浪，对吧？有7浪衰竭和9浪衰竭，这是一个5、7、9，对吧？那么在波浪里面呢，它只有3和5，它只有3和5，它只有3浪和5浪的一个结合。但是我为什么要用波浪理论跟缠论结合呢？这个其实在分析起来很好用，对吧？而且在波浪里面，它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一浪是如何定义的，对吧？它主要是根据形态。为什么说有一个说法叫千人千浪呢？就每个人数浪的方法都不一样，数出来的你是这样的，我是那样的，千差万别。但是如果说你要利用上缠论的话，因为缠论在这里这一浪或这一笔，我可以是笔，也可以是线段，对吧？我们用蓝颜色的来对应是笔，那么红颜色的我对应是线段的话也没有问题，对吧？蓝颜色是3浪，那么你如果说我们继续画，那么以这种震荡方式，比如说这是一个在横盘震荡，那么3浪就是3+3+3，3+3+3，对吧？为什么说缠论里面9笔之后要升级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每3笔或者每3浪
就可以递归成一笔线段。那么蓝颜色的它其实是次级别，那么红颜色的递归成线段之后的这个中枢是本周期的中枢。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中枢的周期，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比如说是日线的。那么在日线上，这个蓝颜色我用笔画出来的，或者说由蓝颜色构成的这个中枢的区间，跟红颜色的构成的区间它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蓝颜色构成的区间跟那个红颜色的更大一些，但是主要的区别其实是级别不同。蓝颜色构成的这个，如果说不够9段的话，如果说不到9段的话，那么它只是次级别的一个中枢。如果说够9段之后，那么它就构成了本级别的中枢。也就是说，红颜色的这个是日线的本周期中枢。为什么有线段构成的中枢和笔构成的中枢的区别？它的最主要区别就是由笔构成的中枢不稳定，对吧？为什么说线段更稳定呢？线段是由3笔构成一个线段，那么你想破坏一个线段的难度远远大于破坏一个笔的难度。这就是为什么我禅师在他的理论里面，他的中枢是由线段构成的。但是呢，为什么在我的分析中，在我的直播中，我都是用笔画呢？因为他所谓的由3笔构成线段，说的是最小周期，也就是说1分钟上，你在1分钟上是不能用笔交易的，必须要递归成线段，然后依次递归上来，晓得吧？不是说你从那个大周期上你就一定要用线段来，因为在大周期上你用笔交易的时候，这个空间是够用的，这个空间已经很大了。所以说，在我的分析中，就我一定要说这个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看禅师的理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说的都是用线段呢？你这里为什么用笔啊？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呀？你说的是不是有问题呀？对吧？我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所以说，你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够大，比如说是日线60分钟、30分钟，你完全可以用笔交易，因为这个空间是够的，你是能够打出短差的。但是级别太小的话，就不建议你用笔来交易了，因为那个不稳定，很容易被破坏掉。一旦你操作不够及时，你的这个看盘时间很短，你很容易被套在里面，或者说如果说没有止损的话，可能会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30分钟以下就尽量不要用笔去交易了，就尽量用走势类型。什么叫走势类型？就尽量用这种，要么是一个趋势下，要么是一个盘整下，比如说5分钟、15分钟上，这种单个的一笔就不要去交易了，你要等它完整之后，走出来一个走势类型之后才去交易。一定要注意，小周期的尽量不要用笔去交易，而应该用线段来交易。也就是说，这一个走势类型，蓝颜色的这个走势类型，你递归的话，只能递归成一笔线段，一根线段。所以说，这是我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下，因为很多人在技术不熟练的时候，你用笔交易的话，就会觉得很乱，对吧？会觉得这个看不过来，这就是你用的这个结构不稳定。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里必须强调，技术分析系统在本 ID 的理论中只是3个独立的系统之一。这个3个独立系统，我在解盘中还有直播中已经多次提及了。很多人误解缠论，觉得缠论你就是一个技术分析理论、技术分析系统，其实是一个大误解。缠论是一个3个独立系统合起来的这么一套系统。什么是3个系统呢？基本面分析、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分析系统，对吧？所以说技术分析系统它只是3个独立系统中的一个，不是说你用一个就够用了，而是3个都要用起来。基本面你要分析吧，比价关系是什么呢？比价关系就是一个公司在它行业内的地位，就是你拿这个公司跟你本行业内的公司比较，比如说英伟达在他们芯片这个行业，
英伟达肯定是龙头，对吧？你要拿英伟达跟其他行业，或者说你拿 AMD 跟同行业的那个公司比较，AMD 跟英伟达比较，那英伟达肯定是龙头。那么你在选择的时候，每一个行业只做龙头，为什么只做龙头呢？因为赢家通吃啊，在这个，在我们这个在财经行业里面也好，或者说在这个每一个行业是赢家通吃的，你只做这个行业的这个龙头。那么基本面的话，你选出了龙头之后，你再分析一下基本面，然后才去考虑它的技术面，而是三个综合的一套系统，不单单看一个。所以说，这是为什么说是三套系统综合的一套那个理论。最基础的是三个独立系统所依据的概率原则所保证的数学上的系统有效性。但技术分析之所以重要，为什么技术分析重要呢？就是因为对于一个完全没有消息的散户，谁是完全没有消息的散户？你我们就是没有消息的散户，对吧？这是最公平的，最容易得到的信息。技术走势是完全公开的，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第一手的、最直接的。这里没有任何的秘密，先后而言。技术分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利用这些最直接、最公开的资料，就可以得到一种可靠的操作依据。单凭对技术分析的精通与资金管理的合理运用，就完全可以长期有效的战胜市场。对于一般的投资者来说，如果你希望切实参与市场之中，这就是一个最稳靠的基础，对吧？这是为什么技术分析这么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消息的散户，它最公平，也最容易得到。无论你是巴菲特，还是查理芒格，还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散户，你的技术图形、K 线图形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巴菲特看到的图形和你看到的图形是一样的，只不过可能周期不一样。巴菲特可能是看的什么季度图、年线图，我们可能看到日线、30分钟、5分钟，对吧？所以只是周期不一样。那么，因为它资金量不一样啊，对吧？在禅师这里也说了，技术分析的一个单凭对技术分析的精通，以资金管理的合理运用。那么你的资金肯定不能跟巴菲特、芒格他们比啊，对吧？他们那么大的资金，虽然说他们的资金量非常大，他们比如说想参与一些小盘子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根本买不到对手盘，他资金量太大了。他想要去做日内的话，根本做不了啊，他只能做大周期的，这是他的一个资金的体量了，决定了他只能参与大周期的一个操作，对吧？所以说呀，这是技术分析为什么在这个三个系统里面这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其实禅师可能在其他文章中有提过，就是这个三个系统技术图形变化最多、最频繁。你像基本面、比价关系，一旦确定之后，可能每个公司一个季度才有一点点变化，因为每一个季度出一个财报，我们才知道这个公司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些东西，对吧？那么它的营收是多少？它的是不是这个现金流是不是很充分，对吧？你每个季度才有可能有一些变化，但是图形就不一样了。你去看1分钟、5分钟，哇，那上上下下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对我们没有消息的散户来说，如果说你学会了、掌握了、精通了这么一套系统之后，你是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图形的，你可以让你的很少的资金高效起来、高效利用起来，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散户更应该学一点技术分析的一个原因。本 ID 觉得，如果你光只是想挣点钱，那么没必要学什么技术分析。在牛市里，强调一下，它指的是在牛市里，在牛市里买基金就可以了，特别是和指数相关的基金，你就至少能跟上指数的涨幅。但市场不单单是为挣钱而存在的，市场是一个最好的修炼自己的地方。人类的贪婪、恐惧、愚蠢哪里最多？资本市场里，每时每刻都在演绎着，在这个大染缸里修炼自己，这才是市场最大的益处。战胜市场其实就是战胜自己的
贪婪、恐惧、愚蠢。本 ID 的理论只是把市场拔光给各位看，而拔光一个人并不意味着就等于征服一个人。对于市场，其道理也是一样的，不干不可能征服市场。对于市场来说，干就是一切。技术分析的最终意义，不是去预测市场要干什么，永远不要去预测，你也预测不了，而是市场正在干什么，是一个当下的直观。在市场上，所有的错误都是离开了这当下的直观，用想象、用情绪来代替，对吧？我们一直说要当下观，而不是说，哎呦，这个过去发生了什么，那个接着来要发生什么，你要预测的。你手里没有水晶球啊，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如果说一个人能够告诉你，这个能够预测这个市场，那这个人就是一个大忽悠，你就离他远远的就好了，对吧？所以说，没有人有水晶球，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市场，而是我们要看当下在做什么。你只有分析好了当下在做什么，然后去应对就好了。但是呢，虽然说你没有办法预测市场，但是你可以做完全分类，对吧？是因为股票市场它的分类就简单呢，它不像你在分析战争的时候，或者分析这个像那个医生看病的时候，变化太多了。股票市场就三种变化，要么涨，要么跌，要么就横盘，对吧？就三种变化。所以说，你虽然说不能够预测市场要干什么，但是你可以把市场的变化都分类出来，对吧？每一种情况它都有边界条件的，一旦达到了一个边界条件，它就会转换成另外一种。比如说它从上涨，一旦触及了某一种边界条件，它就变成了震荡或者说下跌。如果说你把这些边界条件都找好了，那么你任何的市场变化你都能够应对。对你来说，市场的任何变化都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你都有应对的办法，这才是最重要的。对，所以说我们不是要预测市场要干什么，而是我们要对市场进行分类操作，对吧？完全分类，不测而测，才是一个缠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考方式。市场是有规律的，但市场的规律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是需要严格的分析才能得到。更重要的是，市场的规律是一种动态的，在不同级别合力作用下显示出来的规律，其中用一些单纯的指标、波浪、波段、分型、周期等等预测把握，只可能错漏百出。但只要把这动态的规律在当下的直观中把握好，应用纯熟，踏准市场节奏，并不是不可能的。市场中啊，其实节奏比精度更重要。你这个精度的话，可以慢慢提高，通过你的大量的实操、大量的真金白银进到市场里面来练习，这个是能提高的。但是节奏的话，这个不能错，对吧？该买的时候你要去卖，或者说该卖的时候去买。尤其是你如果说操作的周期还是比较大的话，来回几次的话，那么你的这个资金可能就被抹平了。所以说，节奏往往比精度更重要。先把握节奏，再把握精度，对吧？你这样的话，你起码不会出大错误，对不对？好的，那么的话，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禅师的原文的段落就这么多了。感兴趣的话，可以把原文自己再通读一遍。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体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要复盘的内容。下周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要出来了，也就是 PCE 数据。那么这个 PCE 数据的话，是这个在周五，对吧？周四的话有这个 GDP 数据，然后这个周三的话，原油数据，周二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还有这个周一有一个制造业的一个 PMI 数值。最重要的还是在周五，那么周五这个 PCE 数据，毕竟现在通胀还是比较高的，那么看一下周五的这个 PCE 数据能不能够给到一些更多的一些这个指引。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个标的，因为在平时解盘的时候，尤其周五的时候已经分析了很多了，我们今天就简单说一下大盘，还有这个 VIX，因为这个本来周五在直播的时候。
我应该分析一下这个 VIX，因为有会员朋友们提问这个，但是我可能当时这个忘了。然后今天我们一起说一下这个 VIX。首先看一下指数，这个是月线的这个周期。月线的话，我们在上周做会员专享的复盘的时候已经说过，它已经出现了一个强顶分了，对吧？强顶分型和弱顶分型的区别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们这里就不再复述了。那么出现强顶分型之后，因为本月还有1周左右的一个时间，看一下这个最后1周的时间能不能够让这个顶分型能不能够，它的这个第3根 K 线，就是这个月的 K 线能不能够再往上提一提，对吧？这样的话给大家更多的机会减仓出逃，因为现在这个 K 线还是比较难看的。如果说形成顶分型确认之后，它如果说延续出来一笔的话，那么这个后面的深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顶分型出现之后，我们要看一下能不能给到一个次级别，给一个二脉，对吧？这个周期是月线，那么出现顶分型之后，你能否判断这个顶分型是不是中继的？这个其实是考功夫的，也考经验。那么最重要的其实是看它的次级别。现在的看的周期是月线，那么它的次级别是周线，那么它的次级别是日线。那么在次级别一般会给到一个二脉，在日线上的话一般会给到一个三脉。你利用这种方法，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我们前提是说，利用一个所谓的完全分裂的方法的话，就是如果说这里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顶分型，要回撤一笔的话，那往往它在次级别的时候会给到一个二脉，次级别会给到一个三脉。所以利用这种方法，我们先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没有二脉，发现没有？周线上从3491一个中枢进入段离开段，然后一个背驰，完美，这个是结构是非常完美的，这个结构已经非常饱满。从这个3491这里，这个两个给它这个截开之后，会发现有进入段，有中枢，有三买，还有背驰，这个结构已经非常饱满了，对吧？就是说在6147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当时就从这个位置分开的，我们当时就说这个位置有希望成为一个大顶，然后看它之后一个回撤。那么现在在周线上并没有出现一个二脉，它必须要上去，然后给到一个二脉，不能够突破6147之后然后回撤，对吧？就是这个二脉还没有出现。如果出现这个二脉的话，周线上出现二脉，我们一定要应对好，因为它后面的这个第三笔或者说第三浪，那么它的空间对应的是比较大的。因为在波浪理论里面，如果说下跌的话，都是这个主跌浪；如果上涨的话，就是主升浪。这就是三浪的力度在那儿。这是在这个周线上还没有出现这个二脉，对吧？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这4、5周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5周吧，连跌了4周，那么到本周刚刚结束这周有一点点反弹了。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有没有三脉，对吧？我们要找一下能不能够在不是它的这个，因为它的次级别是日线，也就是月线的次级别。看一下日线上，你会发现在日线上也没有出现三脉，对吧？那么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就看这里先能不能够弹起来，因为从这个上周三美联储的不是上周三，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三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之后，以及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会上的一些讲话，给到了市场一些做多的信心吧。从这个当时这个美联储讲话的话是在这个位置，对吧？那么我发现这个市场的节奏开始有一些变化，就是从快跌，之前是一个慢跌的一个节奏，之前是快涨，你看这个涨都是非常快的一个节奏，然后跌的话是一个慢慢跌、阴跌的这种节奏，然后呢，从到这段时间的时候开始，就从5540之后，我有感觉到它这个市场节奏变成了一个快跌慢涨的一个节奏，就是快跌快速的几根 K 线就跌下来，然后涨的时候它是一个慢慢往上爬升的一个节奏，发现没有？这个节奏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说我目前看的是它能慢慢爬上去，
起码在日线上能够有希望爬到，看能不能够爬到0.5吧，甚至是更好的话能爬到这个0.618，也就是5900附近。如果说能够爬到这个位置的话，再下来，那就看它在这里是不是要做到一个中枢，甚至是只爬2下，就上去一下踩一下再下来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有一个趋势线。一般他喜欢这样玩。我们画一个趋势线的，爬到这里下来再爬一下，这样的话会有2个高点一个连线的一个趋势线，就是高点连线构成了一个趋势线。那么第3次它会基本上顶在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那么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反向中枢，然后以2次反弹确认，相当于2次反弹确认，然后再下来，这是其中一种模式，对吧？这是相对温和的。那么当然也可以是直接一个反弹到5900，然后这个快速下来，就是以浪形模式快速往下走，也可以。那么以这种方式，比如说，那这就会出现一个3脉，这不就形成一个小中枢了吗？啊，我这个中枢画的有点，把从这个位置开始画，这是中枢的在这里。那么这个在日线上就会出现一个3脉，那么这个3脉就意味着月线上那个回撤一笔的这个概率就非常非常高了，对吧？所以说因为日线是月线的次级别嘛，在次级别里面看有没有3脉出现，在次级别里面是看2脉，那么这是有一个区别的。现在这个就看它1小时上这个怎么生长了。那么只要55504不被打掉，就有希望能够生长出来。如果说这个是现在是1、2、3，第3段构成中枢之后，这段如果说能够快速力度上去，还不被持的话，那就有希望在上面再做出来第2个中枢，然后看它能够再打一个高点。你也可以在这个位置测一下它的力度，比如说从这个5603它能够出去的话，看能够最好是站上5801，因为突破5801的话，这个就不被持了。如果说到了5801回落一笔的话，我们要关注它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回不来的话，还是3买，还可以继续上。如果说回来的话，那就是这个中枢震荡，对吧？可以下一次再上去。它形成中枢的3笔之后，就3笔形成中枢之后的后面的每一段都可能打上去，都可能打上去。至于哪一段的话，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只能在回落的时候买一些，然后如果说发现上去的力度很强的时候，你就多拿一拿，对吧？所以说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底是哪一段能够成为这个离开段，你只能去跟踪它。那么针对这个指数的话，就是现在就是在做这个1小时的这个中枢震荡。那么中枢震荡的时候呢，它也是可以是任意位置，它可以在中枢的上面震、下面震、中枢内部震都可以。但是我们有一个中枢震荡器的这个多空力度的观察，就是这个中轨，在中轨以上的话是偏强的，中轨以下的话是偏弱的。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中枢震荡器来观察这个震荡的这个力度。如果说你想做短差的话，那么因为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上，对吧？你想更精准的抓到这个拐点的话，那你就要降低周期去看它的次级别15分钟上，5分钟上，甚至可能要看1分钟上，你才能够更精准的抓到这一段，或者说卖到这个拐点的位置，对吧？这就是需要大家自己去练习了。好的，针对这个指数，我们就讲这么多。就下周就观察它1小时这个中枢的这个位置，看它能不能够有力度上去。再看一下这个震荡指数，也就是 VIX。VIX 的话，主要是这些机构或者大的这个鲸鱼啊，他们用期权来对冲的时候体现出来的这么一个指数，一个震荡指数。那么在12.7这个位置是最低点，就是这个近期的最低点。虽然说前面这里不知道这个10.62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数值，还是说只是一个毛刺儿。你如果说不看这个毛刺儿的话，只看最近的这个12.7最低点的话，以这个位置作为分析的话，那么在这里是有一个中枢震荡的，你发现没有？然后从这个高点下来，29.57下来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它慢慢跌来的，对吧？
它上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你发现没有？也是一个温和的向上，并没有像这段的这个上，还有前面这段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从这是7月中的时候，对吧？7月19号，其实最明显的是从这个位置，从这个11.95或者12附近吧，这个上的时候是一个明显区别。我们把这个给它扩上来。这段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贴着 MACD 贴着零轴往上爬的，然后每一根 K 线的那个，尤其到这个爬上零轴以后，这个涨幅还是比较大的，全是这种大的阳线往上走，然后还出现了一个非常长的上影线，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spike， 对吧？这是非常急的，这是明显的急跌，因为它如果说是急涨的话，对应的股市那面肯定是急跌的。那么相应的到这里来，你会发现这段就明显节奏不一样。虽然说也是在零轴附近爬上去的，那么它这个涨幅就没有那么明显的那种跟这面的一个比较，你会发现明显的区别，对吧？不兴奋，这面是一种下跌的兴奋状态，也就是这帮机构买这个期权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急不可耐的要冲进去买，已经不管价格的这种，就是有的话他们就赶紧大量的吃进，然后去做对冲。那这儿的话就非常犹豫，你发现没有？就这段上涨的时候，它的上涨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做对冲的时候也是比较犹豫的，比较谨慎的。所以说呀，现在又跌回来了，说明他们对现在市场的不确定性已经大概有了解了。之所以这段跌的时候那么急、那么猛的原因，就是因为市场的不确定性特别高。那么，虽然说这段上涨也是出现了这个VIX 也是在上涨，但是它的不确定性慢慢，就因为这是特朗普刚刚上台之后嘛，对吧？很多情形还没有这个披露出来，特朗普的一些政策，还有特朗普的这些反复无常的这个东西，大家还不太了解。现在已经那个3个多月了，对吧？大家对特朗普的这个性格、他的这个做事方式、他的说话方式、他的三板斧，我们都领教过了。所以说，现在开始慢慢回落了。市场对于这个不，虽然说还有不确定性，但是大家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对吧？也不像说要那个刚上台什么都两眼一摸黑都不知道。现在你有什么他都不奇怪了，对吧？已经他再坏也坏不出这个范围去了。所以说他开始慢慢回落了，也不去对冲了，开始去抄底那些大科技公司了。现在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你看它这个 MACD 这个快慢线的话，这个柱子的这个长度慢慢在伸长，快慢线的张口慢慢在张大，对吧？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警惕呢？首先，这也是一样，有一个中枢的这个中轨。如果说它踩到中轨这个位置，或者说我们之前是有过2根均线的，或者说有这个200天和120天均线。如果说踩到这2个均线这个位上面，看它能不能够弹起来，或者说这2个快慢线能不能够张口变小、收缩、收平，然后到零轴，一般都是冲上去，然后回到零轴附近，上一点下一点都没有关系，回到零轴附近再酝酿，一般会出现一个2买的那种状态，对吧？你看这个位置都是2买、2买、2买，回到这儿的话还是2买，只要没有出现3买的话，它都是要回来继续震。所以说，看它回到零轴附近，这个 MACD 首先拉回到零轴附近，然后这个 K 线的话，看能不能够拉到这个，最好是能够压下去，把它压到120天和200天之下，那有可能再次跌破这个12.7。那么对股市那边来讲的话，就会有更多的这个那个缓冲期了，对吧？因为它下跌的话，相应的股市那边也会那个上涨。所以说，只要它不出现，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回落了嘛，对吧？你发现它每次上涨的时候都是从底下往上爬的，从底下往上爬的，对吧？只要是慢慢回落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太担心这个股票那边出现大跌。这就是你可以利用这个 VIX 来相应的来判断一下这个指数那边。好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就简单分析这么多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